在你以为自己做出选择的那一刻之前，你的大脑已经悄悄燃点了。那个你称之为我的意识，究竟是驾驶员，还是一个坐在后座，以为自己握着方向盘的幻影？1983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神经科学家本杰明·利贝特 （Benjamin Libet） 做了一个将永远改变人类自我认知的实验。他没有使用哲学语言，他使用的是电极、示波器以及一个旋转的时钟。实验设计极为简单，受试者静静坐着，盯着一个像雷达扫描般旋转光点的时钟。他们被告知，当你感觉到想动手腕的冲动时，记住光点的位置，同时利贝特持续记录他们头皮上的脑电图 EEG 讯号。结果震惊了整个学术世界。大脑早在受试者意识到想动手腕之前约550毫秒，就已出现了一种叫做准备电位 （Readiness Potential，RP） 的神经讯号。而意识到冲动的那一刻，距离实际动作只剩约200毫秒。换句话说，在你决定举手的那一刻，那个决定早已在意识之外被做出了。你的意识自我收到的是一份已经盖章的行动命令，而你误以为那个命令是你自己签发的。你不是木偶师，你是那个以为自己是木偶师的木偶。这个发现像一把手术刀切入了西方哲学最核心的假设。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暗示住思考的主体是一切的起源，但利贝特的数据告诉我们，在我思之前，大脑早已在动了。那么，我究竟在哪里？准备电位的起源主要来自大脑的辅助运动区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SMA）， 一个位于大脑皮质中部的区域，专责动作的筹备与序列化。它在你的意识觉知之前，就已悄然进行驻神经元的运动员 （Premobilization）。就像一个军队在将领下令之前就已出发了。神经元的语言是电化学的，一个动作电位 （action potential） 沿轴突传递的速度大约是每秒70至120公尺。这意味着，在你感觉想要做某件事之前，讯息早已在你的神经系统中以接近高速公路的速度在奔驰，而意识只是后来收到的一则短讯。这引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隐喻：意识或许只是一个放映室里没有人坐的椅子。电影仍在播放，情节仍在推进，主角仍在做选择，但放映机早在任何观察者出现之前就已启动了。那么，是谁在放这部电影？利贝特的实验揭示的不仅是一个神经科学的谜题，而是一个关于自我本质的更深问题。如果决定先于意识而发生，那么意识究竟是什么？它是冰山的尖顶，是水面上那一道涟漪，还是它只是一个优雅的故事，一个大脑用来解释自己行为的后设叙事？让我们把这个实验带入日常生活。今天早晨，你伸手拿起那杯咖啡，在你的意识说我想要咖啡之前，你的辅助运动区已经在神经层面规划好了整个动作序列、角度、力道、握持方式。你的意识是在行动已然成型之后，才加上了一个我决定了的标签。这个景象有点像是你是一个监控室里的操作员，但你看到的荧幕画面比真实世界的事件晚了整整半秒。你以为你在指挥，其实你只是在观看一个略有延迟的直播，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在画面已经结束后，告诉自己是我按下了那个按钮。利贝特本人意识到这个结果太过骇人，他不愿轻易宣判自由意志死刑，因此他提出了一个缓冲概念——否决权 （veto power）。即使准备电位已启动，意识或许仍能在最后的200毫秒内喊停。意识不是发令者，但或许是最后一道否决的守卫。这个否决权的概念
是利贝特给意识留下的最后一片尊严。意识或许不能创造行动，但它可以拒绝某些行动。它不是国王，但它是国王的否决章。问题是，那个能决定盖章或不盖章的又是谁？后来的神经科学家如约翰·迪伦·海恩斯 （John Dylan Haynes） 用更精密的脑部扫描 （fMRI） 将这个时间差延伸到了惊人的10秒。他们发现，大脑在受试者有意识地做出决定前整整10秒，就已包含了足够的资讯预测那个决定。自由意志的时间窗口正在急剧缩小。在东方哲学的视角下，这个结果几乎不算惊讶。道家早就告诉我们，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真正的行动是无为，不是刻意的意志力，而是让自然法则透过你流动。庄子的庖丁解牛讲的正是一个超越意识控制，进入纯粹流动状态的刀工。禅师在宣纸上的一笔，不是意识决定了笔的方向之后才落下的，那一笔是从无数年的训练中自然涌现的一种深层神经回路的自发表达。无念的状态，也许恰恰是准备电位，不受意识干扰，自由流淌的状态。真正的记忆，或许是学会不妨碍自己的大脑。这解释了一个运动心理学的悖论：为什么顶尖运动员一旦想太多，反而会失误？当意识介入过深，试图管理每一个微小动作时，它反而打乱了那些训练多年、以深度自动化的神经肌肉回路。想这个动作本身，有时候正是表现的敌人。那么，究竟是谁在操控这具肉身？这个问题引出了哲学上最古老的无限回归。如果决定是大脑做的，那是哪一部分的大脑？如果是神经网络，那控制这个网络的是什么？如果是基因和环境，那控制基因表达的是什么？每一个谁的后面都藏着另一个谁。也许问是谁在操控这具肉身，本身就预设了一个错误的问题框架，它预设了存在一个分离的控制者。但神经科学和量子物理学都正在逼近一个相似的结论：宇宙不是由各自独立的主体组成的，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你也许从来不是一个主体，而是这个过程暂时凝聚成的一个漩涡。现代神经科学进一步分解了这个决策回路：前额叶皮质 （prefrontal cortex） 负责计划与意志，基底神经节 （basal ganglia） 负责习惯性行为的自动执行，前扣带皮质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负责冲突监控。这些区域的协奏，在你的意识登场之前，就已完成了大部分的决定工作。神经科学家山姆·哈里斯 （Sam Harris） 曾说：“当你仔细观察自己的思维，你会发现，你并没有在创造你的思想，思想只是在你身上出现，就像梦境中的你以为自己在主导剧情，但整个剧情是一个你完全不知情的创作过程的产物。”佛教早在2500年前就提出了无我论 （Anatta），并非说你不存在，而是说那个你认为是我的固定、独立的自我是一种概念性的构建，而非一个客观实体。利贝特的实验或许只是用电极和示波器重新发现了这个古老的洞见。当然，并非所有神经科学家都对利贝特的解读买单。潘洛斯·哈梅洛夫的量子意识理论 （Orchestrated Objective Reduction） 提出，意识可能并非神经网络的副产品，而是量子层面的坍缩过程的体现。如果意识本身就是量子过程，那它对准备电位的影响可能在测量之外。批评利贝特实验的声音也从未停歇。神经科学家阿尔夫·梅勒 （Elf Meillet） 等人指出，实验中记住光点位置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人为设计的，现实中的决策涉及远更复杂的认知过程。更重要的是，
准备电位在某些情况下出现后，人仍然选择不行动，这说明大脑的预设并非不可更改。也许自由意志的问题本身就问错了层次，就像一个问哪只鸟在指挥两鸟群舞的问题一样，答案是没有任何一只，但群舞仍然是真实的、有意义的。你的自我也许是千亿个神经元的集体涌现 emergence， 一个没有固定指挥者的交响乐，却能奏出有意义的乐章。这一切对你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如果自由意志是一种延迟的错觉，你是否应该放弃对自己负责？答案是恰恰相反。理解这个机制，反而能让你更有效地影响那个先于意识的深层大脑，透过你选择的环境、习惯、训练和注意力的方向。神经可塑性 （neuroplasticity） 是这一切最重要的出路。你的大脑并非固定的硬件，它是一个持续被使用模式所重塑的动态系统。你今天的选择，无论多么不自由，都在重写着明天的准备电位。习惯正是你对未来的潜意识自我的一种预先投票。冥想练习者报告了一种深刻的体验，当他们学会在内在安静下来，他们开始能够看见冲动在意识中升起的那一刻，那个准备电位刚刚触及意识阈值的瞬间。这种观察能力也许正是利贝特所说的否决权的真正所在，不是压制冲动，而是成为观察冲动的那一个意识。或许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回答谁在操控这具肉身，而在于放下这个问题。道德责任不需要完全自由意志作为前提，慈悲与善意不需要一个固定不变的我作为主体。当你放下对我在做选择这个幻觉的执着，你反而能够更轻盈地活在当下，更清醒地回应每一个当下的状况。自由意志的问题不仅是个人哲学的问题，它还深刻影响我们的法律体系和道德框架。如果一个人的犯罪行为是由童年创伤、基因倾向、神经化学失调共同决定的，那么惩罚的正当性在哪里？当然，这不是无罪的借口，而是一个呼吁我们重新思考惩罚与矫正之间的比例的问题。成瘾神经科学给了我们最残酷的自由意志测试。当一个人面对毒品渴望时，其前额叶皮质理性控制中心被杏仁核和福格核欲望回路的激活所压倒。在那个当下，自由选择的空间已被大脑神经化学所极度压缩。这不是借口，这是理解慈悲的起点。表观遗传学 （epigenetics） 进一步复杂化了这幅图景。你的基因并非你命运的固定程式码，它们的表达方式被你的生活环境、压力水平、饮食，甚至你的思维模式所动态调节。你所承受的童年创伤可以在基因组的甲基化模式上留下痕迹，并影响你后代的神经反应。自由意志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嵌入在世代的因果流中。这个在中文里仅需一笔的字，承载着多少我们无法辨认的复杂性。你所认为的我的个性、我的偏好、我的价值观，有多少是你选择的？有多少是语言、文化、父母的声音、学校的恐惧、媒体的形象，在你甚至不记得的年龄注入你大脑的？语言哲学家萨皮尔·沃尔夫贾说 Sapir-Whorf Hypothesis 告诉我们，你思考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你思考的内容和方式。你以为是你在使用语言，但语言的结构早在你开口之前就已限定了你的思维框架。又一层准备电位，只是这次它的时间尺度不是毫秒，而是整个文化的历史。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你是无助的。种子不能选择发芽，但它在正确的土壤、光照和水分中发芽的几率，与在错误条件下是截然不同的。
你也许无法完全控制你的准备电位，但你可以精心选择它生长的土壤、你的环境、你的注意力、你的每日仪式。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说，刻意将游离的注意力带回来的能力是人格的真正根基，注意力是你最接近真正自由的操控感。你选择把意识的探照灯对准哪里，就在哪里强化了神经连接，塑造了未来的准备电位，也塑造了你的自我。还有一个令人着迷的哲学角度，也许自由意志的问题之所以难以解答，是因为它建立在一个对时间的线性理解上。如果意识体验本质上是非线性的，如某些冥想者和量子物理学家所暗示的，那么决定先于意识这个说法本身就可能是一个测量框架的产物，而非现实的完整描述。让我们整合这一切，神经科学告诉我们，意识决策是一个由无数潜意识过程构建的后验事件。哲学告诉我们，自我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工具，而非本体论的实体。灵性传统告诉我们，放下对固定自我的执着，并非丧失，而是解脱。这三者不是矛盾的，它们是同一个洞见在不同语言下的表达。最终，生命也许不需要完全自由意志才能是有意义的。每一步，你的脚落在地面的那一刻，那个接触，无论是否被意识决定，都是真实的。那个感受，那个呼吸，那个当下的觉知，不需要一个自由的我作为主体，就能够是完整而充实的。存在本身先于自由意志。也许真正的自由不是从决定论中逃脱，而是在理解决定论的基础上，找到一种更深的自由，一种不依赖我在控制的错觉的自由。当你不再需要假装自己是一个完全自主的主体，你反而能够更轻盈地回应每一个当下，更开放地接受未知。这是老子所说的知常曰明，理解常道，就是真正的清明。现代神经回馈 （neurofeedback） 技术让人能够实时观察自己的脑电活动，并通过练习学习调整它。这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用意识影响大脑的潜意识活动，一个美丽的悖论，用意识训练那个意识无法直接触及的深层神经回路。自由意志也许只是一个反馈循环，而非一个起源点。理解了自由意志的延迟错觉，也许会给你带来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慈悲。当你看到一个人做了伤害他人的事，你能够同时理解他的行动是由一个超出他意识掌控的神经网络启动的，同时又不免除他承担后果的责任。理解不等于纵容，洞见是慈悲的基础，而非惩罚的替代品。印度吠檀多哲学中的见证者意识 Sakshi Chaitanya 提供了一个出路，不是消灭冲动，也不是臣服于冲动，而是成为那个能够观察冲动升起、停留、消逝的不动的觉知。这个觉知不受准备电位的驱动，它是准备电位所显现的那个空间。在这个层面上，自由不是从因果中逃脱，而是认识到你是容纳因果的空间本身。在理解了这一切之后，具体你可以做什么？第一，建立停顿的习惯，在冲动和行动之间练习创造一个微小的空间。第二，精心设计你的环境，因为你的环境会在你意识到之前就塑造你的准备电位。第三，把注意力训练当成比健身更重要的修炼，因为你训练注意力的方向，就是你在塑造未来的自己。最终的悖论是美丽的，正是当你深刻理解了你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创造者，你才真正开始能够以更有意识、更有智慧的方式参与生命的流动。决定论与自由并非对立，它们是同一个莫比乌斯环的两面，最终连接成同一个不可分割的表面。你是宇宙认识自己的一个方式。在这一切的尽头，也许最诚实的姿态是
敬畏。你的大脑，这个大约 1.4 公斤的粉红色冻豆腐般的结构，每秒处理约1125亿个神经元之间的信号，容纳你的全部历史，梦见你的未来，感受爱与恐惧，并且提出我是谁这个问题。它在你以为你在决定之前就已决定了，而你仍然在这里感受着、思考着、惊叹着。觉知 （awakening） 字正是我们今晚旅程的终点，也是明天每一个时刻的起点。你的大脑早于你决定，你的神经元早于你意识，你的文化早于你思考，这一切都是真的。但在这一切之前、之中、之后，有一个静默的见证，一个不被谁做决定这个问题所扰动的觉知之光，那个永远是自由的。现在，让今晚学到的一切像沙子一样缓缓沉入你意识的深处，不需要记住任何结论，不需要解决任何问题。你的大脑，这个充满智慧的有机体，会在你睡觉时继续整合、巩固、编织，让它去做它最擅长的事情，在黑暗中悄悄地为明天的你准备好明天的洞见。现在，跟随你的呼吸，缓缓闭上眼睛。你的大脑，无论是否有一个你在指挥，此刻正在为你做着最温柔的工作，整合记忆，修复细胞，整理情绪，为明天的存在做准备。你不需要控制这个过程，你不需要决定如何入睡，就像你的心跳不需要你的指令，放下那个需要做决定的自我，让你的身体记住它几十亿年前就学会的事，如何完全放松，如何完全交托，如何在黑暗中融入那片无边的静默。在那静默之中，没有谁在操控的问题，只有存在本身，圆满、完整、自由。愿你的梦境是那个从未迷失过的深层智慧的回声。愿你的每一次呼吸都是宇宙对你温柔的肯定。我们在下一个充满觉知的早晨再见。